习近平出访俄罗斯见普丁去了，而中美之间也真的要开始谈哦。到底呢是谁先低头说要谈呢？今天带您快来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玉，今天想跟大家聊中美之间真的要谈了。大家都讲啊，中美的直接对撞不是很硬吗？你很硬，我很硬，不谈就不谈啊，对吧？但怎么又要谈了嘞？谁先退让？这个问题就很有趣了。不过呢，在这个中美之间啊，正式要开始进行这个关税跟贸易的谈判之前，其实有很多的铺垫。那很多事情呢，我常常讲，所有的一些这个国际政治、地缘政治，很多事情你是要把它放在一起看的，因为真的很有意思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好好带大家来看看，在中美正式坐上谈判桌之前，发生了哪些事。很有意思，我们先来从中国方面来看起啊。中国呢近来啊，这个中国的这个央行呢，放大绝了，它直接是降准又降息。不止如此呢，它推出了10大这个救市的一些措施啊。每一个措施呢，当然都洋洋洒洒写了很多，它要目标挽救的族群。那这10大救市的措施，再加上降准又降息，可以说涵盖了整个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了。比如说呢，你是这个买房族的，他把这个买房的一个房贷利率给往下调降了，让大家轻松一点。那比如说呢，你是这个中小企业的，在中国他们讲这个中微小企业的就是比如说比较这个摊贩啊、小吃店啊、小零售商啊、饮料店啊，类似像这样子的，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银弹可以撑过这一次的危机，那政府来救你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到给他们很多的一些贷款的一个宽限，然后呢，比如说这个你是一般人的他也给你贷款的额度啊，让你可以度过你这个生命当中的难题哦。好，所以呢，这10大救市措施洋洋洒洒非常多。那总共呢，这样降准又降息，释放出来的一个这个流动性呢，大约可以有1兆人民币。好，那于是呢，他就告诉大家说，经济下猛药要办到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最终的目的呢？首先要稳就业、稳企业，然后要稳市场。那终究呢，希望所有事情都稳定下来哈。好，那于是呢，央妈出手了，大家怎么看很重要嘛，对吧？那当然，在中国的市场，当然就觉得拍拍手，好棒哦！哎呀，终于政府出手来救我了。这个扩大货币宽松啊，可以稳住这个就业机会啊，稳住企业，稳住市场，很好啊。但是外资不这么看，外资会觉得说，对，好，有流动性 ，OK fine。但是，你说这些外资要因此呢，愿意进到这个市场来投资，愿意把钱汇进来放在这个地方，不愿意的。他们认为还要再继续观察。对于这一次呢，央行的动作，他们不抱太大期待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外资啊，它要到一个，我们就想好了，我们要到一个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外的市场去做投资，那你要在那个市场做研究，那你要研究的熟了之后，你开始把你真金白银拿出来投资嘛，对吧？那你要研究啊。现在呢，中国对于这个外资境外的投资者来讲，有非常大的一个难题无法跨越的是，它无法研究。怎么说？因为现在的中国有非常多的经济数据呢，它是盖牌的，它是不公开的。那大到你说连 GDP 经济成长率都很多人都不相信，然后呢各种各样的一个数据很多都已经不公布了。那于是呢外资就讲说，那你都不公布，我到底要如何研究你的经济？我无法研究你的经济，我要如何能够投资？我不敢投资的。很多的外资法人机构，它会首先你要有一份报告，那你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分析报告，然后我才可以投入这个市场。但是问题是，现在境外投资者是连那个初期的那份报告做不出来，你要他如何投资？所以他们举例啊，他们说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数字都没有，什么进出口的数字也不公布啊，然后公布的反正外资也不相信啊，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你说好事涉敏感的一些数字不公布，那也就罢了。那现在外资的抱怨是说，你连中国1年酱油的产量都没有。那他就觉得你荒唐，这有什么好不能说的？那于是乎呢，现在的这些外资，你知道这个
各有各的办法啊，这个牛鬼蛇神打架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你这边不告诉我，从别的地方看。然后他们就讲了，他们就说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观察，比如说这个已故的中国的一个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，当初不是有克强指数吗？那这个李克强也很妙，你自己是体制内的人，那你也不相信你的体制给你的数字，所以他说他去观察什么？他去观察用电量，他去观察这个货运量。然后呢，来组成一个克强指数，来看看到底呢这个中国的经济强不强劲？好，就是这个用电量，然后运输货运，然后呢再加一个就是这个银行的新增贷款，它组成了克强指数。那现在外资也有各自外资不同组成的一些指数哦，各出奇招。有的人说啊，他去观察什么？他说他从卫星看什么？他说看你晚上亮不亮。他就这样观察你的商业活动活跃程度，就看这个中国晚上照下来这个灯光哪个地方亮不亮，亮多久，几点打烊。如果你的店这个开到晚上11点12点，你生意很好。如果你那个店开到晚上8、9点，你灯就暗掉了，你就关门大吉，你生意不好。他就用这个卫星空照看看灯光排列来组成，这也是算是很天才哦。然后呢，另外呢还有一个讲说，他怎么观察呢？他就去观察，他去看你们那个滴滴打车的那个平台，然后看你们那个叫车的那个人数。那这些数字就因为民间的嘛，那没有什么好不公布嘛，就调得到，所以他就用这个去观察你们这个经济往来的状况。反正大家各出奇招，然后去观察中国的经济。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外资呢，他就兜了这些这个你想得到想不到他们自己发明的一些这个数据，然后去算出来说，中国在2024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没有官方表定那么高，他们认为大概2%、3%左右。那这些都是用那些因为你中国政府不公开，他们就用一些奇奇怪怪的周边的数据兜出来的一个数据。那你要说它有精准到哪里，真的没有。但是这就是外资如何看中国。中国自己不公开，外资就用这样的方式看你，所以呢，他们不敢投资的。好，那于是呢，那我们就看了，那外资不敢投资，内资自己投资吧。那内资现在卡的问题是，他们自己有钱，会担心自己中国的经济状况还好吗？可能也都缩手。那于是乎呢，我们就看到习近平主席他必须要给大家信心。习近平主席呢，就在这个中美正式要谈判之前，他出访了俄罗斯。好，那他去见了普丁。那当然，此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场合，叫做2战80周年。那在俄罗斯呢，叫做纪念2战胜利80周年，有一个大阅兵的仪式。那于是普丁就邀请了习近平去参加。那你就看到两个人又要再度的见面。那这是一个非常的有象征性，应该说两位领袖他们都想要透过这样的场合对外表达一些什么。好，这个场合本身就是一个很大声说话的一个意义了哦。各自要什么？普丁要的当然就是因为现在他的俄乌战争呢还没有结束，所以呢他还是要拉着中国的哦。那于是呢拉着中国呢就要告诉美国说，你看看怎么样？我还是有把苦，我还是有后盾的，对吧？那习近平呢，但来到了俄罗斯呢，他有很多想要说的话，但他可能没说。一来呢，他告诉美国说，我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呢，俄罗斯被美国制裁了之后呢，他很多的经济完全仰赖中国的。那于是呢，中国也在这个地方赚到了非常多的人民币。那于是呢，他来到这个地方，特别呢，很特别是，习近平还具名在俄罗斯的媒体当中发表了一篇文章。那这篇文章呢，就是说，80年前，这个中国、俄罗斯乃至于其他国家、重要国家，我们大家一起打倒了法西斯主义。那所以呢，他说今天怎么又有一个霸权，现在看起来正在凌虐全世界，他指的就是美国。所以呢，他又再度的希望大家回想80年前发生的状况，今天再来一次，大家应该要手牵手、心连心，共同来抵御霸权，否则的话，你就会被霸权各个击破。习近平呢这次的一个出访去拉住普丁，然后呢，希望借由这样一个场合发生，告诉大家，今天还是有霸权在世界上肆虐，那大家如何团结来对抗它？那中国愿意当那个不跪又不退的那个
代表性的国家，那希望大家能够跟上，一起去对抗这个霸权哦。所以习近平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当然一方面是要告诉世界，亦或是告诉美国，我挺在这里，我挺得很好。然后呢，我有我的盟友在帮忙。那另一方面呢，透过这篇专文呢，他也发表了他的一个心声了哦。那当然呢，这个中美重新坐上谈判桌，很多人就说，哎呦，这个。中国跟美国不是都很硬吗？对吧？一个是我给你加关税加到100、200加上去，对吧？然后中国就说中国不跪，中国不退，这我就是你要跟我打，我就是奉陪到底；你要跟我谈，我就是大门敞开。但是呢，我就是不主动。你要来跟我谈，你自己来跟我谈，好，这样的态度，那两方都这样的态度啊，人家讲说那个叫做胆小鬼游戏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现在到底是哪个人先低头啊？不晓得中国说是美国找我的，美国说是中国找我的，但反正 anyway， 现在呢，我们看到了真的要谈了谈的时间点呢，5月9号到5月12号，在瑞士，不在中国，不在美国，在瑞士一个第三地。好，那谁来谈呢？何立峰跟贝森特。何立峰呢是中国的国务院的副总理，那通常这个位置呢专门管经济的。过去呢，刘鹤谈判。他也是这个位置，那现在是何立峰。然后呢，在美国方面呢，是财政部长贝森特，他代表要来谈，那带了他们贸易代表，但贸易代表没有什么存在感哈，我们就姑且不论他哈。所以主要主谈是贝森特。好，那这个当然美国就会说是中国要来找我谈呐，这个川普就讲了，那个中国经济撑不住啦，所以他来找我谈啦。那这个中国就说没有，是美国主动要找我的，但那这就不晓得，因为谁知道 who knows。好，但反正 anyway 他们要谈了哦。好，那于是呢，这两个人谈，我们就好好来带大家来看看。当然，第一次谈判绝对不可能谈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，但我们要来谈的是这两个人，他们各自代表了什么样的立场，他们有没有那个资格谈出一个不用有结论，但是至少呢，告诉对方我们的底线在哪里，我们可以谈的空间在哪里。你要是一个够分量的人，或者是你要是能够了解你家老板心意的人，你来谈才有意义嘛。不然的话，大家心里如一，你干嘛浪费时间？所以我们来看这两个人，他们各自代表什么。你就时间往7年前去看，同样是在5月初，7年前的5月初呢，那是中美第一次的贸易谈判。2018年那个时候呢，你看到的也是贸易大战。中美的贸易战正式开打的那一年，也是5月份开始谈。那一次第一次谈，刘鹤对上了当时的这个莱特希泽。好，那这个于是呢，你就看到了这个两个人谈呢，这个刘鹤就是一个翩翩君子，然后那个大家还记得那个莱特希泽就是一个非常咄咄逼人的鹰派，所以那个时候谈到最后，谈很久好多轮，终于谈出一个结论，但现在也没实施。这一次不一样了，这一次我们要来看这两个人哦。何立峰是什么背景呢？何立峰呢，他是一路跟着习近平，等于是最能够了解习近平心意的人。那有人形容说他就是那个非常忠贞、忠诚度很高，习近平说什么他就是什么的那个人。所以呢，你要说这样的人格特质呢，某种程度上他应该非常理解习近平他到底希望的底线跟空间在哪里？也就是说，他讲的话呢，某种程度上他可以代表习近平的哦，或者是他可以忠实转述哦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我们来看贝森特。贝森特呢，应该是现在少数上有，你可以讲说他抓得住、拉得住川普吗？大家记得他的角色是什么吗？财政部长，然后他的出身华尔街，然后呢？记不记得4月2号，当川普宣布对等关税的时候，哇，这个是10辆马车拉不回来啊！我就是给你干到底。然后呢，是谁让他就态度软化？谁让他暂缓90天？贝森特。贝森特据说追到空军1号上去，跟他讲严重性在哪里，告诉他不能这样硬干。所以呢，川普就好了 ，OK， 暂缓90天。那个关键人物。贝森特，那贝森特呢？因为他有华尔街的背景，所以其实他蛮听华尔街的意见的。你可以说他中性偏鸽吗？
你知道，就是会听华尔街意见的人，有在看股票的人，看金融市场的人，他就不会那么激进的。所以贝森特是这样一个角色。好，于是乎这两个人，来了，一个是能够拉得住川普的人，那于是他讲话那有分量哦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则是能够忠实转述习近平的一个想法的人。所以他们两个来谈，我们可以来看看，应该是第一次的谈，应该是互相告诉对方我底线在哪，然后试探一下对方你可以谈的空间在哪。我们其实不能够预期他第一次有结论，但是他至少互相知道对方在想什么，这样够了。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安排第二次、第三次哦。那这个有谈就是好事，贸易战就能降级。所以你可以看，我们先不讲到底是谁这个主动发起这次的一个谈判，但是这都是一个好的预兆。贸易战会降级，会降温。试谈就是好事，怎么谈我们就来继续看下去。但是呢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谈的过程当中，你手中要有筹码。那我们看到双方呢，我们刚刚提到这次很像是胆小鬼游戏，就是我绝对不先软化的。我就是跟你硬到底，先软的人就输了，先软的人以后谈判当中筹码就少了，所以不能输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胆小鬼游戏呢，我们看在过程当中，中国做了哪些事当然这个美国方面做很多事，就是川普那一张嘴啊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今天这样明天那样。那中国方面做了很多事中国做什么事？你看到最指标性的事就是波音的飞机，我给你退回去，我不要了。当然当下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人，看了很爽快，对不对？这个官方媒体，你看我就是不要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是美国货都不要了。然后你觉得哇，硬刚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。但是呢，我们来深刻想想这件事情。有人这样形容说，这其实叫做义和团式的一个对抗。那这样的一个对抗有没有意义呢？义和团式的对抗，你就想100年前的义和团嘛，对抗洋人的洋枪洋炮，你说我刀枪不入，我跟你冲，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要回归现实，现代的地缘政治，你有很大的，你应该要回归现实来好好想想做这件事情，它的一个利益在哪里，它的弊端在哪里？你要这个利益大于弊你在做嘛？那但是呢，对于退掉波音飞机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其实不需要这样吧。你为了这个出一口气但是呢，波音飞机其实现在来讲，你去跟他订了之后，你可能要3-5年。5到10年拿到飞机，这一次他退回去的不是订单。你如果说我退你订单可以，那反正呢我们谈了之后我再订单要回来。但这次退的是已经做好的飞机，已经飞到你中国境内了。中国呢，其实你知道这中国幅员广大那么大，非常需要飞机飞来飞去。那你要说我们平心而论，中国的 C919的大飞机，它的一个技术有波音好吗？有空巴好吗？那一定是还没有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之前，当你的技术还没有到位的时候，这个你就说我这飞机都不要了。那你知道不要了，并不是飞走了之后波音只能卖给你中国现在已经好多国家抢着要，印尼、印度大家都举手我要所以呢，如果这些飞机被卖掉了，你下一回你们谈出了这个谈好了一个协议，你再要把飞机要回来，其实很难的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个退掉波音飞机现机这样的一个动作，你可以某种程度上视它为有点义和团式的抗争了。那你退掉了之后呢，很可惜的，因为飞机是稀缺资源很可惜的所以呢，其实在整个你要对抗的过程当中，你要如何斟酌，真的是考验当局的智慧。那当然呢，接下来可能还有非常多类似的状况，你要怎么样去评估？怎么样拿到手中的筹码？怎么样赢了这场胆小鬼的游戏真的都很重要，很重要。那当然，我们希望呢，这个贸易战可以慢慢的降温。那到底呢是谁先低头没关系，能降温就好，怎么谈才是重点。那当然啦，这个中国的经济状况这些数据没有公布，那也是大家只能边走边看了。中国的经济呢，到目前为止当然可能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期了。过去呢是以外贸为拉动导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状况，那现在未来可能要转向变成一个比较以内需市场为主，亦或是以一个盟友的一个市场为主的一个经济状况了。那到底会怎么转弯呢？我们都站在历史的一个拐点上，我们会持续带大家来做关注跟分析。好，这是今天的内容，希望你喜欢咯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